这是学生的名单，这是进度表。我咳成这样还能讲课？不好意思，我的身体不大好。等校长招到顶替我的人，我就能辞职回老家养病了。哎，两位请坐。关于这个艺术史，我暂时给学生讲到了这里。但是每个人进度有序，天都黑他们的了，领悟力这老头什么时候讲完？所以，我给他们分了小组，这样就能更好。然后，了解，这就表示你就不能……到了该吃药的时间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么多药，看起来病得很重啊！完全就是个药罐子嘛。说句题外话，其实我着急离开学校还有别的原因，建议你们合约到期了也尽快离开吧。作为老人的劝告，千万别去西校区，最好也别和清洁工搭话，那是个有点神经质的人。学校会放任一个这样的人在学校里走？校长看他可怜，才让他留下。工作了很多年，不会攻击人的。你对那个传说怎么看？之前的自杀事件就发生在展览馆，最近转校的孩子都是去展览馆以后连夜转校的。现在就要确定那些所谓的转校生是否真的是转校。如果走正常的程序，校长的办公室一定会有档案。那边好像有什么人在吵架。哪有什么？推不动。你突然发什么疯？这里可是学校。那边真的有人在吵架。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怎么回事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有时候真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。是宿管员和拿着扫把的保洁员。管理员为什么要和他吵架？好像是烧垃圾时烧了什么东西。管理员女士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。这就吵完了？这是什么奇怪的学校？难怪快倒闭了。瞎说什么？校长、管理员、教授和保洁员，哪个是正常人？还真是啊。这是什么？玉米娃娃。等等，还是不挖出来的好。你看他们是被束缚住的，有可能是一种仪式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边应该还有。果然没说错吧？得意什么？有人用了咒术，他想困住在西校区的怨灵，把被束缚的娃娃埋在了西校区的四周。难怪感受不到这里的异动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样留着，反倒让我们能更方便找到某些人想困住的东西？没错。做什么？当然是要进去查看。你不知道自己的脸色有多差吗？今天才第一天，至少要等到明晚吧。脸色差是因为你刚才……算了，今晚先去校长室看看，我们再商量计划。但是，跟着我可以，我们至少要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。黑泽尔先生，随便你。被他盯得凉飕飕的。你走前面。这门锁了。当然了，这可是校长室。明天我们还要在学校待着呢，又不是强盗。他不会是故意的吧？他就是故意的。哎呦，想不到我们的副队长还有无痕开锁的技术。少废话。全是艺术类的书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过这个校长居然没有雇个助理帮忙啊！大概令他头疼的事足够多了。你看，全是家长的投诉信，都是3年前那次集体自杀案件的投诉。看这封的字迹，是不是很眼熟？和那封匿名求助信用了相同的纸张，写字习惯也很相似。你看，管理员和3年前那个案件其中一个孩子长得很像。看来我们有必要找管理员谈谈了。那就等明天。这工资单，给那个病老头开的薪水比我还高。你气什么？反正又不缺钱，这都是市场价格的5倍了。那个校长不是很吝啬吗？最近学校还经营不善，
薪水是在3年前，也就是案发之后涨上去的。这么高的薪水也能雇来新的教授吧？还有这个清洁工的医药费，也是3年前开始全部是他出的。转校手续也没有最近那几个女孩的名字。这所学院的老人应该都知道那些孩子不是正常转校离开的，瞒着我们很多事啊。好像所有的异常变化都是从3年前那次案子开始的。在那个夜晚，佩斯学院引以为傲的艺术展览馆内，5个女孩在这里死去，她们的嘴里含着石那话，手里抓着纸张，上面用她们的笔迹分别写道：“我是自愿的，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、真正意义的艺术。”这个说法相当含糊啊，被诱骗了也说不定。是啊，当年的案子疑点重重，结案的很草率。我看了队长给的档案，那个吊死的女生，头发压在脖子与绳索之间，明显不符合上吊自杀的常理，好像是该休息一下。没事吧？大概躺一会儿就好了。浑身难受，真丢脸啊！做什么？还以为你睡着了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想？我去找管理员换宿舍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是看你有没有戴项链，而且睡觉总要把衣服脱了吧？不由自主地避开了。唐豪，如果你这么有精神，我们也许能干些别的事。这样的忍耐可真辛苦。越来越奇怪了。睡觉。鉴于某人有逃跑的先例，我还是要看紧一点。现在这样很别扭，可是现在又没什么力气。明天再……好热。到底是……刚才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。管理员。出什么事了吗？卡希尔还活着，快把他送到医务室。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。很可能是被人推下楼梯的，他的前额有多次撞击伤。也许是他自己狡猾呢。那个教授，我想和您私下谈谈。照顾好我们的管理员，小助理。那好吧，来。他手里好像一直攥着东西。